从秦始皇一统天下，自称始皇帝算起，到1912年满清末帝溥仪退位，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了408个皇帝。在这408个皇帝中，有一个皇帝，他67岁才登基，是中国历史上即位时年龄最大的皇帝。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，82岁辞别人世。更重要的，他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。她在一个千百年来一直教导女子要顺从的国度里，雄飞高举，君临天下。她突破了世俗，突破了宫廷，突破了礼教，造就了千古流芳的盛世气象。她就是用时间打败了一切的一代女皇武则天。武则天其实不叫武则天，至少在她还活着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人用这3个字来称呼过她。一直到她去世之后，她的儿子唐中宗李显去掉她的帝号，恢复了她的皇后身份，并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后。至此则天2字才开始出现的。而武则天这一名称的流行，则是到了近代对她的评价逐渐提高以后才开始的。历史上武则天为人所知的名字有很多比如说武曌、武媚娘、武许等等。但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可考并被承认的女皇帝，她的一生可谓传奇。她的原名、她的容貌、她的出生地，直到今天都是谜团，至今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。也许任何的名字都配不上她如此传奇的一生，而只有武则天这3个字才是最适合她的符号。现在普遍认为武则天的祖籍是并州文水人，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文水县东这一带。公元624年，武则天出生在今天的四川广元，也有说她是出生在陕西长安或者是洛阳的。她的父亲武士约是大唐的开国功臣，曾经官至工部尚书、荆州都督，还受封应国公。由此看来，武则天也算是出身豪门了，而且她长得很漂亮，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，知书达理。据说武则天还在襁褓中的时候，著名相士袁天罡有一次见到武则天的母亲杨氏，他吃惊地说：“夫人的骨相一定能生贵子。”这一听说可以生贵子，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呢，就把2个儿子武元庆和武元爽领出来，让袁天罡相面。可袁天罡一看说，可以官至3品，只不过是能够保家的主，还不算大贵。杨氏又唤出武则天的姐姐武顺，让袁天罡相面。袁天罡说：“此女贵而不立夫啊。”最后，当保姆抱出襁褓中穿着男孩衣服的武则天时，袁天罡一见大为震惊，说她龙瞳凤颈，极贵艳也。但又遗憾地说：“如果是个女孩子，前程不可限量，将来必为天下之主啊。”听了这话，武士约惊喜万分。他以为的天下之主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，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女儿武则天日后会成为一代女皇啊。武则天的父亲武士约在贞观9年就去世了，那个时候武则天才12岁。到了贞观11年的11月，唐太宗来到洛阳宫后，听说14岁的武则天容止美，就招她入宫，封为5品才人，赐号武媚，所以后世呢又称她为武媚娘。武则天入宫前和母亲杨氏告别，杨氏哭得很伤心呢。而武则天看着母亲说：“侍奉的是圣明天子，岂知非福？为何还要哭哭啼啼做儿女之态呢？”由此可见，少女时的武则天就有着不同常人的胆识和勇气。据说李世民有匹宝马，名叫狮子聪，肥壮任性，没有人能驯服它。武则天当时侍奉在唐太宗的身旁，对李世民说：“我能制服它，但需要3件东西，一是铁鞭，2是铁棍，3是匕首啊。用铁鞭抽打他，不服就用铁棍敲击他的脑袋，又不服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。”李世民听了以后非常震惊，但也由衷地夸赞武则天的魄力非凡。那尽管如此，武则天并没有获得李世民的宠爱，她做了12年的才人，地位也始终没有提高。到了公元649年，唐太宗病重了，太子李治呢时常入宫探望。结果就在李世民的病榻之前，武则天和李治一见钟情了。武则天比李治大4岁，名义上是李治的小妈，但是在李世民眼里毫无存在感的边缘人物，在李治这里却是女神一般的存在。
李世民驾崩后，武则天作为李世民的妃嫔，依照惯例呢，就和那些没有子女的妃嫔们一起到长安的感业寺出家为尼。这个时候她刚刚26岁啊，那正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。被迫出家为尼的武则天对李治十分思念，她写下了一首16群的情诗：看朱成碧思纷纷，憔悴之礼为义君。不信比来长下泪，开箱验取16群。千年之后，到了1987年，陕西法门寺佛塔的地宫被打开，发现了4枚舍利，其中3枚是佛骨真身。而在同期出品的文物中，有一件特别的丝织品，它就是武则天38岁的时候，为了感念佛恩而供奉于法门寺的那条象征于李治爱情的16群。写这首16群情诗的时候，武则天还在长安的感业寺出家。到了公元650年的5月，李治为祭奠李世民周年忌日，来到感业寺进香，又和武则天相遇。两人相遇，互相倾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啊。到了第2年的5月，李治的孝服期一满，武则天就再次入宫了。她从李治的小妈呢，又变成了李治的妃嫔。其实在入宫之前，武则天就已经怀上了李治的孩子，所以她入宫后没多久便生下了儿子李弘。公元654年，武则天又为李治生下了长女安定寺公主。这期间发生了一个谜案，《新唐书》中绘声绘色地记载说，武则天生下小公主之后不久，王皇后前去探望。等王皇后离开后，武则天立刻把小公主闷死在被子里，故意等到唐高宗来的时候，假装无所事事的闲聊，然后掀开被子，发现小公主已经死了，又假装吃惊地问左右婢女是怎么回事。众人都暗示她说王皇后刚才来过，于是武则天嚎啕大哭起来。唐高宗不能确定是不是王皇后所为，但武则天却一口咬定说，皇后竟然杀了我的女儿。过去她与萧淑妃互相诋毁，现在竟然又干出这种事儿来，简直是无法无天啊！王皇后无法自证清白，所以唐高宗呢就越来越相信并宠幸武则天了，甚至动了废除王皇后的念头。这包括《资治通鉴》也和《新唐书》一样，认定是武则天杀了自己的女儿，然后嫁祸给王皇后。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？事实上，唐高宗一直都不宠幸王皇后，他最初宠幸的是萧淑妃，后来又宠幸武则天。王皇后始终都不受宠，更关键的是她没有孩子，所以这个王皇后的被废啊，就是迟早的事儿。从王皇后后来被废除到武则天当上皇后的过程来看，小公主之死对于武则天打压王皇后来说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武则天能够当上皇后，完全凭借的是唐高宗对她的宠爱，所以她根本就没有必要残杀自己的亲生女儿去嫁祸给王皇后啊。另外，后来骆宾王在讨武曌檄中列举武则天的各大罪状时，甚至对武则天有杀姐屠兄、弑君震母之类的诬陷，却没有提到武则天杀女一事。如果武则天真的杀了自己的女儿，哪怕是传闻，骆宾王会置之不理吗？他肯定会大书特写的。但是很多朋友一定会说，《新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中都明确地记载了，就是武则天杀了自己的女儿呀。其实最早记录武则天杀女一事的是《旧唐书》，但《旧唐书》并没有把这个事儿记载在正文中，而是以使臣约的方式记载在注解中的。所谓使臣约，不过是作者对这个事儿的个人看法，但又不能确定，所以呢，并没有记载在正文之中。结果后来越传越邪乎，到了《新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，都一口咬定就是武则天杀了自己的女儿了。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？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细节，那就是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的成书时间。《旧唐书》是后晋刘旭、张昭远在公元945年撰写的，《新唐书》是北宋的宋祁、欧阳修在宋仁宗时期编撰的，而《资治通鉴》也是北宋的司马光撰写的。也就是说啊，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都是唐朝以后编撰的。实际上，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呢，在唐朝一直都是持正面的态度，对她有一种天然的尊重，
而且唐朝的思想开明，那个时代儒家礼教还没有完全占据主导地位，所以当时对武则天的评价还是比较正面的。但到了后期，尤其到了北宋的司马光时期，儒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，儒家思想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思想标准，人们对于女性的要求更加严格，相比唐代，对待女性的眼光也就没有那么宽容了。武则天先是作为2任皇帝的后妃，以臣子之身在皇帝死后废太子继承皇位，这在儒家看来就是破坏人伦啊。所以《新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中认定是武则天杀了自己的女儿。这个总体感觉是后期在儒学发展，尤其是礼教盛行以后，人们对于这个破坏人伦的武则天有一些故意抹黑的成分存在。所以很可能真相就是武则天并没有杀自己的亲生女儿。那么好了，既然武则天没有谋杀亲生女，小公主又是怎么死的呢？针对此事，唐会要的记载还是比较真实的。唐会要记载说，昭仪所生女暴卒，所谓暴卒就是得疾病突然死亡。婴儿夭折在医学落后的古代是非常常见的，所以小公主很有可能就是骤然夭折的。公元655年10月13日，李治颁下诏书，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，囚于别院。7天以后，李治再次下诏将武则天立为皇后。同年的11月初1日，举行了册立武则天为皇后的仪式。从此，在武则天入宫的18年后，她成为了母仪天下的皇后。又过了35年，到了公元690年，武则天称帝，改国号为周，定都洛阳。作为中国唯一的女皇帝，在她统治的数十年间，社会安定，经济发展。武则天上承贞观之治，下启开元盛世。她革除时弊，发展生产，完善科举，破除门阀观念，不拘一格，任用贤才，历史功绩昭昭于世。在她执政期间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，户口大量增加。但是武则天一生也杀人无数，尤其在她称帝前后，大量杀害重要官员，导致一段时间内政混乱，边境不安。其次，她为了称帝，尊崇佛教，大修庙宇，建造规模宏大的明堂、天堂，这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。但总体来说，瑕不掩瑜。当时无论是在东亚还是在中亚，大唐的威望在唐高宗武则天执政时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。而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艺术等方面，武则天时期也为稍后到来的唐玄宗开元盛世铺平了道路。当时正如王维诗中所说，救天昌河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啊。公元705年，武则天病逝于上阳宫，时年82岁。她死后和自己的丈夫唐高宗李治合葬于陕西乾陵。她是一个豪气非凡的女性，也是一个百媚千娇的女人。她经历了人世间的大繁华，似乎要冲破一切的束缚。然而所有的喧嚣过后，她又安静地回到了那个深爱她的男人唐高宗李治的身旁。我们今天已经无从得知她的容颜，但好在洛阳的龙门石窟有一尊卢舍那佛的坐像，相传那是武则天48岁时拿出自己的2万贯脂粉钱，命人依据自己的相貌雕刻的一尊佛像。卢舍那是梵语光明普照的意思，正好和武则天给自己取的名字照的含义日月当空，光明普照相同。这尊佛像高17.4米，头高4米，光是一只耳朵就将近2米，是龙门石窟中最大、最著名，也是艺术水平最高的雕像，被赞为是东方蒙娜丽莎，世界最美雕像。大佛的头部就是武则天48岁时容貌的再现，仿佛那个抛却了一身繁华的则天女皇，正微笑地注视着人间。那神秘的微笑穿越时空，静静地展现大唐的自信与从容，一笑千年。